产业动态、业界新知都在展昭 On Air。各位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收看展昭 On Air。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 Intelligent Asia 的系列直播，直播不断线。 转型不掉链。那2020全台最大的工业盛典 Intelligent Asia 亚洲工业4.0暨智慧制造系列展，将在8月19号到22号在南港展览馆1、2馆双馆展出。那今年呢，我们的这个系列展呢，包含了8大主题，有自动化、机器人、物流、冷链、模具、3D 列印、流体传动以及数位机械要素。那从今天开始一直到8月18号。 每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钟，我们都会在这里，在展昭 On Air 跟大家见面。我们会邀请厂商来跟大家分享，在这波疫情当中呢，他们是如何来应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而且呢，他们又是如何来克服现在面临的所有的挑战。那这个直播会在展昭展览网以及展昭科技展双频道播出，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赶快，如果你还没有按赞，还没有追踪，赶快追踪订阅我们的展昭展览网以及展昭科技展2个频道。那要参观展览的朋友，我们亚洲工业4.0暨智慧制造系列展今年8大的展览，也欢迎大家先到我们的官网上去做预先登录，预登之后呢，入场就可以快速入场不卡关。那今天呢，我们在现场展昭 On Air 的现场，我们邀请到的这位来宾呢，我先介绍一下他的单位好了，因为这个单位其实蛮特别的，它的主要的任务是在协助产业来提高生产力。哦，讲到关键字了，对不对？是，提高生产力，而且是台湾成立最早也是最大的管理顾问机构。 那这个单位就是中国生产力中心，对，帮助大家提高生产力的一个顾问机构。那从去年开始，我们 Intelligent Asia 跟这个中国生产力中心其实一起合作做了一个制造4整的活动，而且大获好评。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中国生产力中心的吴家龙经理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这个活动。我们欢迎吴经理。主任，谢谢。还有线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 好，那今天吴经理来到现场，我要特别也介绍一下吴经理这号人物。那吴经理目前是财团法人中国生产力中心的经理跟顾问，他同时也是中华经济研究院的辅佐研究员，同时还是跨国企业集团南京分公司的总经理，同时还是大学的兼任讲师，所以可以说是一位理论跟实务兼具的专家，对不对？哇，应该这么说。 也不能说同时还是曾经是，曾经是哦，对对对。 okay,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嘉荣这边曾经在研究单位工作过嘛，那也现在在所谓的法人单位，那作为政府政策的一个幕僚执行的单位，那希望可以透过所谓的这种产官学研的背景，为我们的企业提供服务。嗯哼哼，其实曾经是也是同时是啦，因为同时兼具了这些经验，对不对？斜杠。 对，斜杠没错。好，那所以有嘉龙吴经理今天要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个活动。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制造4整这个活动好了，因为其实台湾现在目前企业转型的比例，坦白说还不是那么的高，对不对？那很多的企业可能还在观望，或者是说他想要转型，可是他其实不知道该怎么做比较好。那所以我们制造4整这个活动呢，其实就是要提供给想要推动数位转型的企业主们一个免费 诊断的机会，那企业主们来到我们现场透过制造4整这个活动，可以让顾问那为你们的企业来做一个健检，可以就像是健康检查、体检一样，并且会提供你们一个量身打造的一个转型方案的评估。所以其实这个活动非常的适合有想要做数位转型的企业主，对，不管你们是工厂或者是企业都可以，都欢迎到我们的这个官网来报名。那所以在去年，其实我们就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活动，是。对，那吴经理跟我们分享一下吧。去年制造4整，因为我知道大获好评，然后其实反应也蛮热烈的。有没有比较让你印象很深刻的案例，或者是很成功的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好，那应该这么说，就是去年呢，其实我们总共出动了大概4位的顾问，那2天全天候，然后协助我们的企业去做诊断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那当然。企业的需求不尽相同嘛，数位转型它有非常多的课题。对，那一个是数位转型，一个是智慧制造，这样2个面向。我觉得我这边记得比较深的案例是我们陪同他一路到了今年，就是他协助他引进相关政府的资源，协助他去推动他智慧制造这个区块的这些辅导工作。所谓的辅导工作，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去年透过诊断的方式，帮助他先厘清他问题或者是需求的重要性或顺序。
好，那厘清了这个顺序之后呢，再来其实透过诊断这样子的一个工作，让他了解他的数位化的程度。OK， 你知道它的程度之后呢，其实才能知道说应该往下一个方式或者是下一个阶段应该怎么样迈进，然后再针对他的问题之后提出比较精准的辅导建议。那这个辅导建议其实可能会有涵盖说他需要导入一些技术啦，导入一些设备啦，或者是去做一些很大的一个更动或者是一些创新的工作。那当然对企业来讲，或对老板来说，他就会变成需要再花钱，或再投资，或者是我们早上才跟一个企业老板在讨论 ROI 的问题。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我们这边作为政府单位的一个幕僚执行的机关或机构，其实我们就会协助引进相关的政府资源，也就是政府可能会给予一些经费或者是一些资源来挹注，协助企业快速的去布局相关的一些部分。所以今年我们其实从去年我们有2个企业成功的把它引进了我们政府这里，尤其是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这边相关的资源，协助它去推动所谓数位转型或智慧制造等等的这些推动工作。哇哦！所以我们的其实这个整个智慧制造制造4诊里面哦，不只是帮你评估了解你现在在什么阶段，然后你需要往哪些方向走，那你可能需要的不管软硬体，或者是有一些组织的调整等等，是，那甚至到最后是协助他们找资源，是，哇哦！这整个流程其实真的给很多的企业主，尤其是想要转型的，有非常非常大的帮助。对，因为很多遇到的就是，对我知道应该要转型，我知道要做这些，可是钱从哪里来？对，老板会问的就是钱呢。对，刚刚提到 ROI 的问题。是，甚至我们其实可能会，会有老板会这样想，就是或许我不担心花钱，就是要做这些投资，我愿意，因为它毕竟有助于企业成长，或者是度过可能像后疫情时代这样子的难关。对。可是我到底该把钱花在哪里？对，或者是说有这么多技术可以协助数位化、智慧化，哪一种技术我应该优先？对，或最适合我，或者是应该优先的引进？那这一块其实都会是我们碰到企业它在数位转型的一个痛点。对，那这也都是我们可以提供协助的地方。那我记得去年呢，一开始我们跟这个CPC 中国生产力中心在聊到这个活动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合作，就是因为你们好像有类似的计划，对不对？因为我们那时候就聊起来，发现理念不谋而合，对，那干脆合作，把资源整合在一起。所以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CPC 的这个计划？好，其实CPC 我们也跟另外一个法人的 partner， 就是金属工业研究发展中心，我们其实共同执行了由经济部中小企业处这边在推，就是它有一次计划，它的计划就是推动中小企业智慧制造数位转型计划。那我们其实透过这样的计划呢，协助企业可能不只包含了从需求的诊断，然后呢以及顾问的咨询，甚至到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深度辅导。那深度辅导呢，可能它就涵盖我举个例子，让大家也可以比较快速的理解它怎么样协助。它比较像是补习班老师或者是学校老师，他来跟学校就是政府单位去提一个建议，提一个 proposal， 说我希望帮我的学生做课后辅导。好，课后辅导的目的可能是为了让他考上更好的学校。那以政府计划的角度来讲，我们愿意投入资源让你做课后辅导，可是因为你不是家教老师，所以我们不希望你1对1的辅导，所以我们希望呢你开一个班。好，所以呢，所谓的辅导顾问，他可能就是这种就是课后辅导班的教师，所以他必须跟学校提说，我希望怎么样帮我的学生补习，让他可以考上更好的学校。所以针对每一个学生，甚至他有不同的辅导需求方式。对，那再有政府这边可能因为学生资源有限，所以学生会出比较低比例的补习费。OK， 那学校再补助其他的补习费。那这个补习费呢，我们其实在所谓的专案办公室这边呢，也会要求跟限制说，它必须要用在老师的钟点费，也就是顾问的费用上面，以及你要数位化或智慧化，一定要引进一些技术或者是系统的建制。所以呢，我们可以想象是教材的费用。好，
所以其实我们也做了一些严格的把关，因为它毕竟资源有限，我们需要严格的去审查或审视，这样子的辅导是不是合理，然后以及它的成效会不会充分的带出来。然后再来，它能不能带动国内这些提供可能解决方案或技术的这种自技服的合作对象？好，所以甚至我们都要为所谓的课后辅导的成果去把关。所以对企业主来讲，这样子的一个机制，可能呢，他自己出的资源或出的钱相对比较少，可是呢，他又不担心他花的钱会花错地方，因为所谓的课后辅导老师就是顾问，必须要提出很完整。怎么样协助他从 A 走到 B， 或者从这个阶段走到下一个阶段的这一种内容，然后由我们来把关，说你一定要做到这样子，不然我们不会给你这样的资源。把关确保他真的有从 A 走到 B， 这样是了解。好，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这个中国生产力中心的吴经理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分享。那也欢迎对制造4诊这个活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官网去，然后可以了解更多的资讯，也可以现场报名。对，那今年我们中国生产力中心一样会派出非常坚强的顾问团队在现场为我们所有的企业主服务。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待会儿呢会继续有访问的是监控及量测分析的好伙伴普威科技。我们也很开心，今天有邀请到普威科技来到现场，来跟我们做分享。那在我们邀请他来到现场分享之前，我们先让大家来看一段影片，先来认识一下普威科技。小刘，你来公司多久了？大概2个礼拜吧。那好，明天的量测就交给你了。等一下，可是我没有量过。你可以的。这个是收音，我们来拍花絮。请问这样化妆有什么感受呢，黄老师？这样很美。那好，这样。好的，展昭 on air
今天很荣幸，我们邀请到监控及量测分析的好伙伴普威科技的徐国斌部经理，他是监控事业部的经理 Danny 来到现场，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Danny。大家好，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Danny。Hello， 那今天Danny 有代表普威科技来到现场，来跟我们朋友们聊一聊。那一开始就先跟我们，虽然我们刚刚看了影片，但 Danny 还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普威科技好不好？主要在做哪一些的服务呢？好的。那我这边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普威科技。普威科技成立于1989年，所以到现在已经31年了。哇、所以有非常久的一个历史。那这31年里面，普威只专注一件事情，叫做震动。所以我们专门做震动量测跟震动分析的部分。好，那我们在2012年已经有获得经济部工业局的一个技术服务机构团队的一个认证。这个认证其实就认证说我们具备学界的一些资格。好，就我们在专业上面获得肯定，然后可以跟产业界一起提计划啊、提 SBI 啊这些，就是我们认定是学界的一个专业资格。这是普威在政府专业上面的一个认证。好，那本身普威呢，在整个的经营上面分为2个大部门，好，一个是监测事业部，一个是测试事业部。好，那我们本身代理美国 PCB 的一个加速规，那这个加速规就是包括它其他传感器是全世界最大的压电感测器的厂商，所以我们拥有非常良好的一个前段的感测元件。好，那PCB 呢，本身加速规在台湾呢也是最高的一个市占率，本身在台湾大概有70%到80%加速规的使用是属于 PCB 的，对不对？那架构在这个系统上面的话，哈，我们刚刚提过普威有31年的一个历史，所以在各行各业里面，其实只要跟震动方面有关系的，几乎都是普威的客户，我们大概有6000多个客户。哇，所以除了业界研究中心或学校，大概跟震动分析有关都是我们的客户。那我们回过头来再讲，我们2个部门里面，测试事业部是专注于所谓震动量测跟震动分析的，所以它有震动频谱系统、震动模态系统，好，然后落下系统跟以及校正系统。好，那我们讲一个落下系统，大家会比较熟知，就是说大家知道安全帽。那安全帽经过安全测试，那全台湾的安全帽厂商大概有80%是使用普威的系统，包括官方的商检局的检测系统安全帽也是使用普威的系统。对，好，那这是测试部门的。那监测部门的话，我们最主要是针对工厂设备的部分，我们去做一些监测的部分，那包括有线上监测系统。然后有巡检系统，还有专家分析系统。那我们最主要是针对工厂设备去做一些，比如说趋势分析啦，去做一些比如说设备的诊断，去做一些维修的建议。那我们从小到手头上的一个振动计，量测大小的，然后到接下来是一些专业的巡检系统，然后到最后最专业的一些线上监测系统。好，这些我们都具备了。那最主要是针对客户的一个工厂设备去做一些预警以及分析的一个项目。好，那最主要普威是针对这些项目去做一些服务以及经营。所以31年的历史，其实整个企业里面的组织结构，还有你们提供的服务，都已经是非常完整成熟了。哦，好，那我们知道，其实上半年呢，我们就是全球来了不速之客嘛 ，COVID-19。是的。那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呢，其实很多的工厂产线都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突然发现，哎呀，就是自动化好像是一件蛮重要的事情。是的。对，那而且呢，可以加速很多流程啊，产线的这个自动化转型的需求，对，蛮多人都开始意识到应该要转型。那在这个疫情之下，还有这样产业的趋势，对你们有什么样的影响吗？这个疫情对我们的影响来讲，我们讲分为2个部分了。当然，不好的部分就是说，全球的疫情一定影响到台湾。对。那台湾的客户影响到，就也会影响到我们。所以不可讳言的，我们在今年上半年度有一些客户的一些计划、一些监测的项目，然后有些都延宕，有些延期。甚至有些被取消了。那我想这是全球化的一个影响，这个我们当然无法幸免于难。好，那这是我觉得影响到的部分，那是一个比较不好的部分。但是另外一部分，我们另外一方面来看，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全球兴起一股远距的一个概念。好，那远距包括云端啦，包括远距的一些监控啦，一些控制啦，甚至一些 AI 的部分，其实都慢慢的被大家
对，它台商议题，对，而且自动化的需求其实也慢慢的浮上台面，而且那个声浪越来越多了。好，所以在这方面来讲，因为普威专注于这个监控部分，我们包括云端啊、自动化这一部分，我们都有一些 solution 可以提供。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度，其实我们的询问度相当高。就是它反而您说因祸得福也好，或者是它是一个形态的转变也好，其实四字冬雨，收之桑藕。其实就是一个时机哦，因为其实这本来就是未来的趋势，只是说我觉得疫情比较像是加速了这个趋势，对，很快速的把这样的需求搬上台面。是的，对，那因应这样的转型，其实我们今天要介绍到一个普威科技的一个系统 Phoenix 系统。是的，对。那当初你们在开发这样的系统的时候，是有看到怎么样的产业痛点吗？对，怎么会开发这样的系统？好。这个就要从 Phoenix 是一个什么产品开始说起。对，应该给大家先说明一下。Phoenix 它基本上是一个针对设备工厂设备运转的一个状态的一个监测系统。好，那就是基本上就监看你这个设备好或不好。好，那有分为线上跟巡检式的。好，那最主要就是说工厂设备有问题的时候呢。工厂设备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说它的一个状况，我们预先去预防、去维修。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产品出来呢？我们现在讲说，第一个是我们分为2个痛点，一个是在厂商方面，它在经济上面的痛点，因为工厂的设备如果有问题的时候，那么它直接第一个问题就是它会停机。它会停机，所以它它产能会受到影响，它可能交不出货，它可能出不了货，甚至它可能违约。这个成本上面的一个花费是相当大的。第二是当机器突然坏掉的时候，那么它是损坏很严重的时候，所以它维修的金额也会非常高。这第2个部分，第3个部分可能不是金额上可以看到的，叫做公安。也就是机器设备坏掉的时候停了就算了。有些会烧起来，有些还会爆炸，那这对人员的安全其实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在这些部分的话来讲，都是所谓工厂它在经营上面一个非常大的痛点，就是说这会造成它一个很大的损失。所以说预支保这一块，它虽然不是在产品效能上面提升我能增加多少的一个生产率，但是它基本上是省钱一个非常大的措施。我尽量避免这些巨大无谓的一些损失。那这第一个痛点的部分，所以企业就会想说，那我要怎么样去做预支保养，去做预防保养？那在早期我们先说一下，这个技术其实已经大概是20-30年的一个技术了。那普威从20-30年前就开始在做这样的事情。但是 Phoenix 其实并没有发展那么久，为什么？因为一开始普威也在用外国的产品在做这件事情。那从以前早期来讲，都是国外进来的东西，好虽然好，但是非常贵，非常贵。所以你第一个前期布置来讲，可能我一个工厂下来上千万跑不掉，甚至可能要好几千万。这对企业主来讲，他根本是没有办法去负荷的。巨额保险对，真的是巨额保险。那再来是你东西坏掉的时候，维修费用可能会很贵。所以说基本上在这些部分来讲的话，都是企业没有办法去知道。对，而且基本上我每一个工厂会有一些特性，它有一些客制化的部分，这不是外国原厂可以达到的。那基于这个原因，普威就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团队。技术团队以及我们这20几年来、30几年来的经验，对，开始去开发这个产品，那去开发一个我们针对台湾使用的一个产品，所以它整个缘由是这样来的。所以其实从早期是使用别人的产品，然后提供这样的服务，到你们发现到别人的产品其实有一些的部分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或者是对很多的痛点，大家成本太高啦，这我们国内的厂商没有办法 afford 等等的，然后到进入到说你们自己研发、开发这样的系统。是的，没错。那其实目前市面上是不是也陆续有推出类似的这种监控的系统？那普威系统跟其他品牌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对，我们的一个独特性在哪里？对，一定独特。对，只是独特性在哪里？好的，这边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就是普威的独特其实在于第一个，我们刚刚提过普威有31年的经验，那所以说我们又有国外产品使用
非常多年的一个经验，所以我们会结合第一个国外产品的一些优点，再来什么结合国内使用者的一个经验，好，那这2个经验来讲，那我们去产生撰写一个稳定、好用、简单、有效的产品。好，所以我们的产品其实它特色在于，它虽然专业，但是它容易上手。我们甚至设计了很多机械模板，让不懂震动的客户，他也可以很快上手，然后去做一些专业的震动量测。好，那我们一些图表啦，一些功能，都让一些我对震动来讲不是那么明白的人，达到了这个震动监控的一个效果。这是第一个我们产品的一些特色。所以让大家导入这个设备这样的系统的门槛降低了。那第二个是。其实这一阵子有这几年，我们提倡一个叫台湾队的概念，对，台湾队的概念。那普威呢，其实我们就结合了国内顶尖的一些硬体厂商，好，那再搭配我们的软体跟专业，好，去制造出台湾队的一个产品，优秀的台湾队的产品。好，所以我们整个所以整个团队都是成本台湾的厂商，整个团队都是台湾的厂商，所以我们在成本啦，我们在所谓技术以及品质上面都可以获得最好的一个监控。好，所以这个第二部分就是我们基本上打造一个属于台湾 local， 而且是一个专业的一个产品。这是我跟国外产品完全不一样的地方。那第3个是在服务方面啦，就是说，我们这个产品其实普威对产品来讲，我们强调不是产品的功能，而是产品的专业以及服务还有效益。所以产品其实我们都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而已。我们重点是我怎么帮你规划。好，然后再来这个产品产出来的讯号，我怎么帮你去做一些分析，怎么去做一些建议。所以我们整体是一条龙的一个服务，而不是单单卖产品。甚至我们在后端服务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客户来讲，我们都会去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讨论，定期的一些拜访。对。那因为我们要做这些事情，我们经常要做服务，要做诊断，所以我们要借重云端，借重很多的后段平台，所以我们开发了自动诊断，我们开发了 AI 判断，我们这些东西都可以透过 OPC、Modbus 丢到云端去做整个云台的这个结合。对，所以我们才在前面说，为什么询问度会越来越高？因为我们不只是单单的 local 在 client 端的一个监测，我们包括后端的 server 跟远端的云台，我们都可以做一个整体的结合。所以我们目前有相当多的客户是透过我们公司的一个系统丢上来，帮他做一些系统的分析。那另外资料不能外流的客户，我们会定期派团队进去做一些资料诊断以及设备诊断的部分，到他们的那个系统里面去看，帮他们做诊断。是的，所以这是我们公司的一些特色，产品的一些特色。所以其实在这个客户端这边的话，我们目前已经拥有了许多知名的企业，比如说台积电、台塑集团，那比如在化工部分的话，像中油，像长春化工，长春集团，然后像台湾巴士部以及南部很多化工厂这些因为化工其实是使用这一块最先进、最多的一个业界，所以我们这边有很多 reference。那像其他行业，像钢铁的华新丽华，纺织的远东新日记，这些都是我们的客户。那在电子厂部分，像友达、群创也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的客户就是说，他们都已经装了我刚才说的那一套 Phoenix GN 的系统，对。所以说在我们的产品端这边的话，其实我们带给客户的其实就是整体的一些效益，以及我们无微不至的一些专业服务。我想这才是普威能够提供给大家，除了产品非常优秀的功能之外，更多有效益的一些价值性的一些产品。对。所以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呢非常骄傲一件事情，是我们很懂得学习。是。对，所以你们其实是从一开始使用美国的产品，你们学习了其他现有产品的一些系统的优点，然后呢，再从我们这些业界朋友面大家使用上面的痛点，对，也是你们的学习，然后结合了有很好的产品。但更重要的是，不是把产品丢给你而已，因为如果你不懂得用，或者是不懂得更大的去利用它，其实你得不到那个效果。所以你们包括帮你规划怎么用，然后你需要哪一些，然后到最后一直跟你 follow up， 就是了解你使用的状况，整个服务。哇哦，这是对。你刚刚说的那些客户啊，大客户你都掌握到了，你还缺客户吗？我想我们的目标是让全台湾有需要这方面服务以及产品的客户呢，都能
由普威来做他们一些适当的一些服务。那这是我们的目标，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带给这个客户这一方面的一些这方面的需求。不管是大企业或者是小企业，对，只要有需要的都可以知道，而普威可以提供你整个的 solution，对，然后呢，或者是就算不需要的，也知道我们有非常骄傲的台湾队。对，由普威科技呢带动了其他台湾的硬体厂商一起创造了其实非常棒的系统。是的，这是我们台湾的骄傲。是的，谢谢主持人。那今天非常开心的普威科技的徐经理Danny 来到现场跟我们大家分享。那这个我们其实再一次的提醒刚刚可能加入直播的朋友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是展昭 On Air Intelligent Asia 亚洲工业4.0智慧制造系列展的系列直播。那每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钟，我们在展昭展览网以及展昭科技展双频道直播不断线，转型不掉链，在这边跟大家见面。那我们今年的这个大展呢，刚刚没有听到的朋友也再跟大家分享一下。8月19到22号，我们在南港展览馆1、2馆双馆展出。今年我们有8大主题：自动化机器人、物流冷链、模具、3D 列印、流体传动以及数位机械要素，非常盛大的一个展会。而且我们其实非常骄傲，我刚刚讲到台湾之光台湾队，我们展览也在组台湾队。是的，对，因为这个展其实真的在全球，我们工业上面是非常难得全球首发。对我们，因为其他国家的展览都已经在取消或延期，根本就没有办法开展。没错，没错。对，但我们在台湾很安全，而且我们还可以如期举行，而且双馆展出，所以我们欢迎所有的朋友一定要来到现场。那想要了解刚刚普威科技的，也可以到他们的摊位去，是 L026，对吗？是的，没错。那每个星期二的下午3点钟 ，Intelligent Asia 系列直播不断线，转型不掉链。朋友呢，8月19号到21号，记得要到南港展览馆1馆4楼 L026摊位。到普威科技，那我们再一次谢谢 Danny。那主持人这边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是对，最后我能不能我在这边说一句，震动监测，相信普威，你可以的。